老板娘，拌儿面给我上好的啊！我要的是豆干、鸡肉肠和狮子头啊！陈哥，出大事了！慌什么？你他娘的嚎什么丧？陈哥哥，你二弟在后面被人围住了。谁？除了双阴混的那群文仙，还能有谁？他们可是惦记你家宅子好久了。穿越到这个世界已经1个多月了，越发觉得这才是属于我的世界。我那废物二弟，不过是我故意扔出去引那群野狗上钩的饵罢了。陈哥，咱们快点吧，去晚了杰哥非被打死不可。发现归发现，欺辱归欺辱，饵可不能真被咬废了，它还有大用。找死！老子咬死你！死！庆大佬长本事了！我双鹰会也是你个狗东西惹的！我惹你爹！大郎小心背后！大郎，得饶人处且饶人啊！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啊！你这小辈看什么看？我是你族叔公，我说这些还不是为了你好？人家不过是调笑两句，要是闹出人命，你吃不了兜着走，还不赶紧住手，给人家道个歉？为我好。刚才他们骂我娘的时候，就属你这老格子笑得最酸。再敢聒噪半句，老子连你一起废了！放开！别碰我！我是北邙山雕爷儿子的女人，你们这群坏人敢动我！公子，求求你，救救我！北邙山，记着，那里藏着能让人延年益寿的秘宝，那是仙人的馈赠。哪个人不想成仙？这延年益寿的机缘，是我降临此世的第一缕超脱之光。雕爷的儿子，他的女人，这简直是老天爷送给我的天赐良机。公子，求您救救我！只要您救我，北邙山必定重喜。英雄救美，那是脑残和傻子才干的事。抱歉，我只要搅弄局势。撞得好，跑啊！怎么不跑了？在这京城，就算你喊破喉咙，也没人敢救你。好，你还算识相，本公子还以为你要英雄救美呢。哎呦喂，赵公子您明鉴啊！小的就算是有10个胆子，借我100条命，也绝不敢拦您的雅兴啊！这京城谁不知道您赵公子的威名？小人哪敢对这女子有半点非分之想？哦，是吗？看来你小子不但懂事，这嘴也是真甜。你叫什么名字？往后在这京城要是碰上麻烦，只管报出我城主府赵公子的名号。小人名叫庆晨，往后赵公子但有吩咐，小人绝无二话。不错，是条好狗。你这无耻的东西！看我真是北邙山的人！你若不放我走，你一定会付出惨痛代价！哟，小娘子，到了这个时候，口气居然还这么硬。北邙山，好大的名头！你还别说，本公子就喜欢你这辣劲儿。呸！畜生！把他给我带回去，本公子要好好教教他什么是规矩。放开我！你们会后悔的！哎，城外洪水肆虐，城内还要造孽，这世道没活路了。闹吧，闹得越大越好。
空有绝世武功断玉功的传承，真到了生死关头，却连一成实力都发挥不出，救不了生父，也救不了自己。这般憋屈的死法，倒也不冤枉。既然我接管了这具身体，那这一摊子烂事儿，我来评。大哥，咱们能不能不去那地方了？还想看四书五经？不把你这书担子拉下水，我怎么干大事？二弟，如今这恶殍遍野的乱世，你觉得想要出人头地，最要紧的是什么？读好圣神书，考中科举。是狠不狠，就只能任人欺凌鱼肉。你想想昨天，要不是我挺身而出，你娘会怎么样？大哥武功这么高，肯定够狠啊！双阴会的人早就盯上了这宅子和你娘，要是来10几个拿刀的，咱们是不是只能等死？那该怎么办？不够狠没关系，找个够狠的势力罩着。你说这京城除了官兵，什么最狠？黑道！没错，走，跟着哥上红袖罩。公子来这边嘛，很好玩的呀。这帮脂粉，等老子掌控了绝世，有的是机会整。现在搞钱搞势力才是王道。大哥，门在这边。闭嘴，给我走！庆晨，你他娘带个半大小子过来做甚？吃午饭啊？这是我弟弟，我带他来是找头头讨一份活的。带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来当打手，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呀？老子收你一个废物都算开恩了，还想带拖油瓶？二虎子，他娘的，给我把他胳膊卸了，让他好好醒醒脑子。好的，头儿。这一脚若是踹实了，普通人非死即残，黑道中人出手就是死手。给老子断！找死！他娘的，这是咋回事？好小子，真他娘的没看出来，出手够狠，够利落。昨儿夜里那档子事儿，看来确实是你干的。你这股狠劲儿，老子稀罕。不过你这兄弟瘦得跟个竹竿似的，能顶个屁用？老子可不养废人。大哥慧眼如炬，我这兄弟年纪不大，打架确实不行，但他不要工钱，就让他跑跑腿，当个端茶递水的小厮使唤，这种成吧，绝对不给大哥添乱。行嘞，看在你的面子上，就让他当个小厮，管他2顿饭。至于你嘛，身手不凡，是个人才，工钱每月给你涨到400个铜板。多谢大哥赏识，我定为您效犬马之劳，万死不辞。都他娘的别围着了，该干嘛干嘛去。陈哥哥，双阴会那帮人又来要债了，这可如何是好啊？莫要再出去织布了。双鹰会那几个泼皮，如今不敢随意寻我麻烦。还有父亲已经死了，他们之间的事可和我没关系。大哥，有消息了！大哥，轻点！若再这般冒冒失失、大呼小叫，看我打不打你！大哥，按你的吩咐，我在街面上那些小叫花子那里打听，还真有大收获。哦，说。双阴会那帮地痞把好多小乞丐的手脚都打折了，其中有个逃难来的小乞丐，我觉得正合大哥你的心意。他还有个姐姐在城外，那些地痞总欺负他，就是想逼他姐姐就范。被打断腿的小乞丐，绝望的姐姐，
恶毒的双鹰会地痞，太完美了！这简直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绝佳棋子，终于可以收网了。青姐，你现在立刻去城外的一处破草棚找二虎子，让他必须按我说的去办，不许有半点推脱。听懂了吗？大哥，咱们这是图啥呀？不该问的别问。告诉二虎子，事成之后去城外大槐树底下等我，我会给他辛苦费。去吧，这张网已经撒下，这京城的天也该变一变了。周来了，都排好，别他娘的抢！大哥，真是奇了，这些流民居然没闹事，这么守规矩。那是饿的，连站的力气都没了，拿什么闹？大哥，你看那边，目标就在那儿，把粥还给我，那是我的。嘿嘿，什么你的？那是老子省下来的，分明是你这贼婆娘想偷老子的粥。大哥，都对上了，就是他。哪儿来的两个小崽子？给老子滚远点儿！我的手！去死吧！哼，冥顽不灵。你还有你，把这恶心的东西扔远点。多谢大哥仗义出手。不碍事，举手之劳罢了。这乱世大家都不容易。小弟，你怎么了？姐，我没事，就是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伤绝不是摔的，伤口淤青，棱角分明，分明是拳脚硬物重击所致。你是被人狠狠打的。小弟，别无礼，快谢谢这位恩公。今天要不是他出手赶走了那个抢粥的恶汉，咱们今天恐怕又要挨饿了。是一个地痞，他看我一个人带着伤就堵着我，要抢我今天讨来上交的工钱。我拼了命的护着，可我打不过他呀，钱全被他抢走了，一个子儿都没给我剩下。晚上，双鹰会的人就会来找我收钱。我拿什么证明交给他们？交不上礼钱，他们会打死我的。姐，他们一定会打死我的。小弟，要不你找双鹰会的人说清楚，说不定他们还能主持公道啊。主持公道，在双鹰会眼里，我们连人都算不上，只不过是替他们要饭赚钱的牲畜。我的腿就是被他们生生打断的。恩公，布大侠，求您发发慈悲，救救我弟弟吧！只要能救他，让我做什么都行，我什么都能干。站着说话，莫要着急。哼，膝盖软了，命就硬不起来。我这里有2条路，你们自己选。恩人，您尽管吩咐。其一，收拾行囊，即刻离开京城，找个偏远城镇隐姓埋名，命也就保住了。其二就是豁出命去，奋起一搏。恩公，你在闹虚开心吗？我这副鬼样子，连走路都一瘸一拐，我拿什么拼？小弟，不可对恩公无礼。虽然我不懂武功，但我看得很清楚，刚才抢我粥的那个恶汉，恩公只用了1招就把他打废了。只要恩公肯出手帮忙，咱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我已经是残花败柳，身上唯一值钱的也就剩这几分姿色了。只要能给小弟换一条活路，值了。只要恩公能救我小弟，事成之后，我任凭恩公发落。告诉我，双鹰会平日里可还会让你们做别的，比如端茶送水、打扫庭院？有时会，尤其是他们2个头领喝酒的时候，会让我们进去伺候局。你想不想亲手捏死那些欺负过你的人？若想，就听我的安排。我想啊，我太想了，我做梦都想让他们跪在我的面前。阿姐，你立刻将他送回城中庆宅安置。记住，行事务必小心，绝对不可让人察觉半点风声。好戏开场了，但在那之前，
还有一件小事儿要处理。陈哥，事儿办得漂亮吧？那小子被我收拾的服帖的，没出半点岔子。嘿，还是陈哥哥爽快。下回有这种活儿，您还找我？我问你，这事儿你跟其他人提过没？这点小事儿我一个人就搞定了，哪用得着叫别人？陈哥，您放心。那就好，不会有下次了。啊，啥意思？这2个月里，这颗棋子成了插在双鹰会心脏上的绝佳尖刀。这群蠢货的武功路数、走私渠道，甚至内部的积怨，都被摸得一清二楚。陈哥哥，小弟他这些天在双鹰会做得怎么样啊？没给您添麻烦？那小子机灵得很，双鹰会那2个头领只知道疯狂捞钱，却不懂分给手下。我们只需干掉2个头领，剩下的人定会望风而降。双鹰会，哼，他们算个什么东西？我真正的目标是北邙山那件传世号宝。等我现在的实力去北邙山，就是去送死。没有足够强悍的武功，去了就是死路一条。要想成功夺宝，必须用最快的速度突破断玉宫。我需要买最名贵的药材，需要招兵买马，更需要无数的替死鬼和炮灰去填北邙山的坑。双鹰会就是我踏上巅峰的第一块垫脚石。从今夜起，京城的黑道我说了算。13天了。苏童这小子终于找到了机会，终于来了。今夜双鹰会防备最弱，准备收网。咱真要动手，那可是双鹰会啊！不动手，双鹰会这群畜生什么德行你不知道？你想等他们找上门，亲眼看着二娘被他们折磨吗？干！哥，我听你的，谁敢动娘，我把他打碎！哥，就是这儿了。老大，这次联合那帮老家伙抢了这笔横财，真是发达了，家产全归咱们了。这丫头嘴倒是硬得很，正好带回寨子里做个下等粗使奴仆。嘿嘿，这笔横财捞得痛快。这丫头先留着在寨子里做牛做马，等榨干了她的力气，就直接卖到城南的黑矿坑里，咱们还能再大赚一笔。老大英明，我要分最大的那块金子。干！不给赏钱还不让吃肉，什么东西？港爷，里面大当家嫌我笨，把我赶出来了。这坛酒没开封，孝敬您的。这酒哥怎么这么大劲儿？今晚动静小不了，一旦断掉这个势力，必然会引起城中其他势力的觊觎。不过，真出了事，谁敢来查我？我大可以把城主府赵公子的名头搬出来，有事报本公子的名号。虽然他只是随口一说，但是这黑锅他背定了。大哥，我按您的吩咐，那特制熏香已经齐效，2位首领正是防备最弱的时候。带路，先去金眼雕那儿。老二，死守大门，他们饮了酒又中了熏香，绝不可留情。放心，大哥。大哥，金眼雕在西厢第3进。走。左转，穿过那道月洞门就是。柳家千金又如何？到了我金眼雕的手里，还不是得乖乖磕头求饶？这女人的死活与我无关，我唯一要等的是毒素发作的那一刻。若不是老子今夜饮了酒，早把你这柳家废了！死到临头还装什么清高硬骨头？毒素发作了，机会来了。你是？来。
怎么觉得我残忍？他若叫出声引来外面的人，我们今晚全得死在这里。你想想，你姐姐不想让你姐姐过上安稳日子了吗？在这乱世，仁慈就是找死。大哥，咱们就这么偷偷杀过去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停下来打草惊蛇？老二，如果不当面显露碾压一切的力量，怎么能彻底震慑住这群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狗？踢馆！什么人敢来双鹰会撒野？你看看地上躺的是谁？你们的大头头已经去了，现在轮到你了。没人敢上，那老子亲自动手！看你喝了酒，也让你一只手不占你便宜！我的手！好汉，饶命啊！我愿意投降，以后双鹰会以您为主。小人在这条街混了多年，人脉广得很，留着我，对您绝对有大用处啊！双鹰会以后还叫双鹰会，不过只有我一个头领，谁赞成，谁反对？兄弟们，从今往后，只要跟着我庆晨干，你们每个人每个月至少能拿到400铜钱的底薪，干得好还有后赏。如果立下大功，就是传授你们真正的武功招式，也不是不行。多谢大哥，因为不讨好我。笑吧，尽情的高兴吧。我的钱可不是那么好拿的。这两个废物混了这么多年才攒了几百两，真是穷酸到了极点。这易容缩骨术不仅能用药水易容，居然还能用内力改变骨骼形态。这两门奇技简直是为我之后上北邙山夺宝量身定做的杀器。太完美了，谁能认出我是谁？大哥，出大事了！说，刚刚得到消息，北邙山那群土匪动手了，他们直接冲着城主府去了，城内已经乱套了。北邙山这群土匪竟真能忍到现在，区区1000人，居然真敢跟坐拥5000正规军的城主府叫板，乱吧，斗得越狠越好，这水越浑，老子这只黄雀才能捞到最大的鱼。城主有令，即日起招募2000先锋军，剿灭山匪，凡立下战功者，赏黄金100两，直接编入正军功啊！我要当官！4000打1000，这群蠢货连怎么送死都不知道。哼，城主这是在招募炮灰罢了。几位大人可是我的贵人，在下对剿匪之事一腔热血，还请大人们美言几句，让我在先锋军谋个差事。好说好说，兄弟你是个上道的人，这事儿包在我们身上。知道咱们先锋军的主帅王校尉是谁吗？那可是京城成名的2流高手。王大人曾单骑冲阵，屠尽1个100人哨，跟着这种战神，军功手到擒来。2流高手配上战马，竟能一人破100军。这次北邙山之行远超预料，必须留足底牌。庆兄弟，上面破格提拔你为百夫长，掌管100兵马。哼，谢大人栽培。兄弟们，万甲、牛福利、苏童出队，你2人担任队正，其余弟兄全部担任师长。在我的哨队，只有我的命令才是军令，抗命者，老子先斩了他祭旗，听懂了吗？遵命。大哥，大祸临头了呀，咱们完了。天塌了。说。那个李慕云司马根本不是将军，他是城主的女婿，草包一个。跟着这种草包上了北邙山，绝对要被坑死当炮灰呀！草包，天助我也，这是天助我也呀！大哥，你笑什么？咱们要被坑死了！愚蠢！如果是军纪严明的悍将统领，我们根本没法行动。到了北邙山真乱起来，他不死，我怎么接管整个2营500人的兵权？陈哥，好好的日子不过，你为什么非要去参军啊？二娘，您放心。这次就是去白捡军功的，您就在家安心等着我回来光宗耀物。可我听说北邙山的山匪杀人不眨眼，你千万要小心啊！
我的刀法已经大成了，双鹰会那群废物我一个能打10个，求大哥成全。我要去北邙山杀人，我要跟大哥一起建功立业。好，不愧是我庆晨的兄弟，庆家男儿就该在刀锋上抢前程。从现在起，你就是我麾下100人哨的亲卫师长，穿上它。明天一早，大军开拔，目标北邙山。哦，庆白长，你拿的什么东西？属下深知大人雅好此道，特意花重金寻来的陈年大补药酒。不仅如此，小弟在我的哨队里已经秘密为您单独安排了一个极品军帐，里面备了些特产，保证没有人敢打扰您的雅兴。吃着城主女儿的软饭，正事不干，满脑子都是女人和酒肉。这种极品废物能当上500人的统帅，真是老天瞎了眼。往后私底下别叫什么大人了，直接叫我云哥。多谢云哥指动，小弟绝不往西。云哥，小弟有个事儿想不明白，咱们大部队都围着北邙山了，咱们怎么躲在这20里外啊？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次出来就是为了混个资历，等主战场打得差不多了，咱们再过去捡路。而且咱们驻扎在这儿也是有战术的，万一有土匪从这边跑过来，咱们正好来个瓮中捉鳖，白捡的军功齐飞。奶奶，可变全彩被张高的绝壁断崖，哪来的漏网之鱼？这头猪分明就是怕死，说的这么清新撇心。云哥真是神机妙算，小弟佩服的五体投地。但是云哥，小弟是真的替您担忧，您这叫良苦用心，可别人不知道啊。别人怎么了？现在大军正在前方拼死合围，您却在这20里外按兵不动，万一被其他几个营的统领知道了，在城主大人面前告您一状，说您贪生怕死，贻误战机。城主大人本来就对您要求严格，要是再有别有用心的人在背后使坏泼脏水，我看谁敢！本司马是城主大人的乘龙快婿，谁敢在背后嚼我的舌根？云哥明鉴，明面上自然无人敢忤逆您，但暗地里都在散布谣言，说您处处不前，拥兵自重，企图动摇您在城主心中的地位啊！小弟有一计，既能让您名正言顺的参与剿匪，彰显实力，又能让您安稳的留在大运，运筹帷幄。快说，什么好计策？您只需分3哨人，共计300人，小弟打着您的旗号去前和土匪死磕，赢了那是云哥您指挥有方，硕庆臣办事不力，您只需坐镇后方，伺机而动。庆老弟，这300人的军官要是闹事漏了线怎么办？这可不是去9散，不爽还能换一家。简单，云哥，您只需以部署作战计划的名义，将这3哨的军官全部集中到大帐，剩下的小弟替您把他们看管起来。好，此事便全权交由你去办。事成之后，我定在城主面前保你加官进爵。果然是个不折不扣的草牌。李司马大清早把咱们叫来开会，怎么人还不来？还给咱们备了酒肉？管他呢，他个书生能懂什么排兵布阵？估计又是走过场。全部封死！从现在起，这帐篷里就算是一只苍蝇也不准飞出来。奉李司马将令，原军官另有任用，3哨兵马即刻起由庆白长全权接管。大哥，绝了！这300号正规军现在全听咱们的了，咱们什么时候去北邙山荡平贼寇？荡平贼寇，我带他们去就是去当诱饵的。真正的好戏现在才开始。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你和牛大力带着这300人，手持李慕云的令箭，跟紧大部队，沿途绝对无人敢拦。易容成你的样子，坐镇中宫装样子，这没问题。可是大哥，我把你顶替了，那你去哪儿？干什么去？这50人全是我精挑细选的江湖好手，是我真正的底牌。而我则是带着最锋利的刀，潜入最深的黑夜。你带着那300人在明面上敲锣打鼓，我带着50精锐走暗线，直插北邙山腹地，咱们去挖最大的宝藏。大哥，我苦练五虎断魂刀，就是为了去战场上杀敌的。现在让我坐镇中军装样子，连刀都拔不出来，这刀法我不是白练了？糊涂，厮杀个鸟！你真以为先锋军是去建功立业的？动动你的猪脑子！北邙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城主府为什么招募流民组建先锋军？那特他妈是去送死的！先锋军就是拿命去探虚实，消耗土匪的炮灰。还想去厮杀？你有几条命去填那个死局？记住了，实力不够的时候，别逞匹夫之勇。我们庆家的人绝不给任何人当炮灰。大哥，我懂了，我一定死死守住中军，绝不露半点破绽。记住，少说话，多装腔作势，摆出我的架势就行。如果有紧急军务，让牛夫亮去处理。大哥放心，只要我不死，这300号人绝对乖乖听令。出发！诱饵放出去了，前山马上就会变成修罗场。兄弟们，跟我去端了他们的老巢！我的天，这是绝地啊！大头领，后山根本无法攀越，大军也展不开，这怎么打？北邙山后山绝壁下有一条直通山匪老巢金库的隐秘隧道，被牵制在那里。后山防守最空虚，谁也想不到老子手里握着一条直通他们老巢的暗道。救命啊！
混账！这哪里是人走的路，简直是来送死！就是啊，这都走了几个时辰了，连隧道的影子都没见到，咱们是不是迷路了？白副长，你是不是带错路了？这根本就是条死路，老子不干了！动摇军心者，杀无赦。质疑路线就是质疑军令，乱我军心，按律当斩。谁还有意见？我知道大家辛苦，但这条路千真万确，只要潜入后山捣毁匪巢，你们就是首功。我庆臣在此立誓，攻城之后，在场诸位人人官升1级，赏银20两；战功突出者，老子保他官升2级，赏银100两。干了！为了100两赏银，跟着百户长端了匪窝。大头领找到了，您快来看。大头领，树后面的石壁下，那堆乱石排得很古怪，绝对不是天生的。干得漂亮！回去之后，老子必定重赏。就是这里了，生与死，富贵与黄泉，就在这刻。急什么？送死吗？这隧道不知道荒废了多少年，里面有没有机关毒气，谁也不知道。你们5个点起火把去探路，有任何异常，立刻退出来。其他人没有我的命令，谁敢踏入石门半步，死！地下空了！别慌，不是陷阱，是线下水汽把土质泡松了，才晚点走。大头领出来了，我们没有死在绝路里，我们直接穿过了天险，到了土匪的后花园。好，记你们首功，等端了匪窝，拿100两赏银。从现在起，所有人熄点火把，连呼吸都给我放轻了。先生，有声音！放开我！你们这群泥腿子知道本少爷是谁吗？家父赵二和，京城城主赵二和，你们不要命了？敢绑我！我操，赵公子，这个蠢货怎么会被土匪绑到这深山老林里来了？老子这是撞进了土匪的秘密绑架窝地呀！赵二和算个什么东西？再给老子叫唤，老子现在就卸你一条胳膊给你爹送去！10来个土匪，1个人质，天赐良机，这泼天的富贵，老子笑纳了。大头领，干不干？急什么？这帮土匪能在北邙山盘踞多年，绝不是傻子。万一这茅草屋是个诱饵，我们冲出去被包了饺子怎么办？你们12个分成4组，以茅草屋为中心，往外给我撒网摸排2、3里地。我要确认这周围到底有没有土匪的伏兵。大头领，查清楚了，方圆3里连只多余的鸟都没有。那些土匪仗着后山有天险，以为没人能上来，防备松懈的要命。好极了，天赐良机，该我们吃这顿肉。30人分作4队，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借着荒草摸过去，合围茅草屋。你们10几个好手，在外围树林里给我设伏，一个不能放过。这帮土匪，今天就是长了翅膀，也得给我死在这个茅草屋里。优势在我们，动作要快，下手要狠，绝对不能给他们任何反击和呼救的机会。能抓活的就抓，抓不到就全部干掉。升官发财就在今晚，给我上！给老子上！想吃下老子，崩碎你们的牙！这魁梧头领的武艺竟然接近3流高手，难怪有底气守在这里。来呀，不怕死的，接着来呀！谁？给老子起！兄弟们的血没有白流，我庆臣说话算数。回去之后给你们报功，保你们风妻引子。大头主，
你们带着受伤的兄弟，先从隧道踹下去，到山下入口待命。记住，谁敢私自离队，军法从事。大人饶命啊！小的叫蒋三儿，就是个跑腿的，我什么都招，别杀我！蒋三，你个叛徒，老子宰了你！铁牛大哥是雕爷的心腹，雕爷把他安排在后山，就是为了看守赵公子，怕别的山头的土匪伤了赵公子啊。雕爷确实让我看好赵公子，他怕赵公子死了会和京城城主结下死仇。京城城主，雕爷一个东北头子不考成城匪头，我要上一让大能大篡位，就这赵公子，想让城主当他的保护伞，今日取得逮捕。既然想投靠官府，那他儿媳死的事又是怎么回事？那不是城主发兵剿匪的借口吗？儿媳，雕爷根本不在乎那个女人的死活。一个女人死了就死了，那不过是雕爷为了掩盖他杀老头领篡位的局而已。城主用剿匪练兵消耗炮灰，雕爷杀大哥篡位，拿儿媳的死做局，拿首富之子当投名状。看来想在这乱世里爬上巅峰，我的心还得再黑一点。我们根本不想惹怒城主，是地下人不懂事儿啊！原来是个乌龙，你们的秘密我都听完了，上路吧。不要杀我，我爹是城主赵二和，我会给你们钱。赵公子，贵人多忘事啊！仔细看看我是谁，我可不是山匪。是你，那天的那个打手，你是先锋军的人，救我出去，救我！只要你带我下山，我让我爹给你封官，给你几万两白银，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现在我就看看北蛮山和赵城主这出戏还怎么往下唱。大头主回来了，咱们能回家了吗？这次咱们端了土匪窝，回去人人都有重赏。不过有些事不能让外人知道。都愣着干嘛？不杀他们，走漏了风声，我们全得被城主满门抄斩。地上的痕迹用沙土盖上，隧道入口用石头彻底堵死，别留半点痕迹。大哥，你可算回来了，没出什么岔子吧？能出什么岔子？好戏才刚刚开始。赵公子，城主的小儿子被土匪斩首了，怎么会这样？天塌了！快，全军整备，做好攻山准备，马上800里加急把战报送给城主。报，先锋军急见！混账！北邙山的杂碎，敢杀我！传我军令，2000府兵即刻整装，把所有沉重的辎重全给老子扔了，用最快的速度开拔，直逼北邙山！全军听令，刀出鞘，剑上弦，慌什么？等会儿冲锋别手软，半个时辰后攻山。城主有令，誓平此山，凡北邙山之敌，绝不放过。谁敢后退半步，军法无情，杀！这才想想，打得越凶，水才越浑。不行，若被先锋军攻破，那件宝物就没我的份了，必须抢在前面。往下！后山隧道，我来了！老天助我！雕爷让我来巡山。来呀！看是你们的命硬，还是老子的刀硬？给我杀！这他娘的到底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只做做样子吗？这帮当兵的吃错药了！雕爷顶不住了，弓箭快没了，石头也砸光了，这帮官兵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呀！难道是赵城主那点想过河拆桥黑吃黑？派2个机灵的，马上从后山绕下去查探消息，快去！传我命令，把留在后山大本营的所有心腹弟兄全给我调到前面来死守，不挡住他们，今天全得死这儿！你去后山告诉看守的铁牛，让他死死看住赵公子那个小白脸，那可是咱们最后保命的筹码，绝对不能出半点岔子！去！雕爷还在指望他的筹码，却不知道铁牛和赵公子早就凉透了，而他这一调兵，直接把大本营送给了庆臣。这土匪头子还真是个好人，
前面打得你死我活，后面连条看门的狗都没留，这空城计我笑纳。你怎么没守着赵公子，跑这儿来了？少他妈废话！前面防线都快被捅穿了，雕爷让我回大厅拿件重家伙去支援。那你快去，一定要赢啊！江湖客口中的修仙宝物归我了！居然还有留守的，必须冷静，任何一丝慌乱都会暴露。弟兄们，轮班够累的吧？我记得你不是跟着铁牛一起看着赵公子的吗？守个屁！先锋军都快砸上上山门了，老子回来拿布防图。还好没弄出外伤，能撑一段时间了。左三右二，满宁。自动点火的机关，这地方的陷阱恐怕比我想象的还要恐怖。滚开！他奶奶的！设计这机关的，下辈子断子绝孙！能让老子付出这么大代价，里面的东西最好吃的。江湖客，你没骗我，成仙之物我来了。石室门有锁，退前先摸门左凹痕，按3下再退。玄幽剑纹力，长春内景功，仙法，这世上真的有修仙之术，全都是我的。可惜拿不下，不然连这木头架子也搬走。撤！让我看看这个世界到底多大！怎么可能？我们引以为傲的晋国，竟然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凡人无法航航。那我岂不是要被困死在这座破岛上一辈子？到底怎么才能出去？每逢30年之期，沧浪群岛之宁玄宗便会派遣灵船降临绝仙岛，灵船接引有仙家门根派的灵船。令牌，难怪之前那些所谓被仙人接走的人再也没回来过。不过前提是我必须得有灵根。老天爷，你既然让我拿到了这些东西，就别跟我开玩笑！五色光芒，五行灵根，刻度是中品五行灵根。老子有灵根，老子不用当凡人了。就算只是中品，那也是千里挑一的仙苗。修仙界，老子来了！炼气后期，
寿元120，百日筑基250岁，250岁。凡人为了那点权力打生打死，在修仙者眼里不过是朝生暮死的蝼蚁，这才是真正的通天大当。打吧，杀吧，把狗脑子打出来才好。你们这群凡人的争斗与我何干？我的路在绝仙岛外。凡人连碰瓷修仙界资格都没有，没法法力，连个破布袋都打不开。贴身放着，这是老子这辈子离仙途最近的东西，迟早有一天我会亲手打开它们。北邙山一战死了3000多人，凡人为了点地盘和银子，狗脑子都打出来了。左司马大人好。而最大的造化，却全在我这个炮灰手里。靠着城主女婿李慕云的运作和编造的假战功，庆晨从炮灰营百夫长一跃成了实权在握的西城门左司马。凡俗的官再大，也不过是100年后的一捧黄土。我的路在天上，整整3个月了，天天打坐，除了腿麻腰酸，连个屁都没感应到。灵根没问题，功法没问题，那就只剩下一个原因，灵气稀薄到了极点。这里根本就是一片断绝仙途的修仙死地。绝仙岛，连1级修仙岛屿都算不上，被10万里风暴和海妖死困住的绝地。想修仙，只有一条路，离开绝仙岛，去沧浪群岛。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必须出去。唯一的生路就是沧浪群岛的金丹大派宁玄宗。每隔30年，他们会派灵船来接引有灵根的凡人，但是上船必须持有宁玄宗发放的登船令牌，没有船票，就算有天品灵根，也是死路一条。老弟，开门！大白天躲在屋里孵蛋呢。令牌的线索还没下落，这城主的乘龙快婿怎么跑来了？我说庆老弟，当了官就瞧不上我这个大哥了，连我府上都不去了。凡人的权势，在我眼里连个屁都不如。西城能有什么破事儿？还不是那些挑担子的泥腿子，赶车的苦哈哈。走，跟我喝酒去。浑浑噩噩的井底之蛙。我岳父那可是京城的天，什么金银财宝、奇珍异兽没有？前几天还刚送来一批贡品。等等，李慕云是城主的女婿。如果说这岛上真的有30年才发一次的修仙令牌，那这种级别的仙家宝物绝对在城主府里。突破口就在眼前这个蠢货身上。云哥，这是哪里话？小弟能有今天，全靠哥哥提携。我是怕给哥哥惹麻烦，才没敢去拜访。哥哥刚才说城主府的奇珍异宝，小弟非夫最近不知什么来历都没见见物品，也让小弟长长见识。来历不明的物质，嘿，你还真别说，我岳父前阵子还真收到一个谁都弄不明白的铁牌子，猎物上钩了。云哥，您这话折煞小弟了，小弟永远是您养的一条狗，没您提携，我还在看场子呢。哥哥，明晚在枫林楼订了雅间，有上好的陈酿，还有绝美的舞姬，务必赏脸。算你小子懂事，明晚等我。牛大戏，昔日匪首连同旧部，如今全被庆晨塞进城防，化作他合法的私人暗宴。大头领，您吩咐。挑几个下手利落的老弟兄，换上隐秘行装，今晚出城，给我带一个人回来。带谁？你去城外找一个懂药的书生，3个时辰内必须回来，限制住行动即可。哦，清溪村有个懂药的。你们是什么人？老子绑的就是你这种人！不要！放开他！识相的别多管闲事。大头领，人带回来了，关在粮仓。很好，这东西加上那书生，就是送给云哥最好的催命符。大头长，李慕云可是城主的女婿，万一查出来，查他自己找死，谁能查到我们头上？李慕云常服秘药，有暴虐之性，我这特制药粉会让他神志错乱，气血逆流。他越是折磨那书生，心脉断结的就越快。走吧，咱们的云少爷该等齐。庆老弟，今晚来得早啊！哎呀，老弟，别卖关子了，你说的稀世奇珍呢，让哥哥见识见识。云哥儿别急，好戏才刚刚开始。云哥儿，这可是西域商人的极品秘药，服下一点，便能让气血鼎沸。您先试试。
秦老弟，人呢？那个书生呢？给我叫进来！现在确实该办正事了。李慕云，看着我。哎呀，告诉我，城主府里那个来历不明的铁牌子在哪儿？是不是30年才出现一次的仙家令牌？说，在岳父大人的藏宝阁。原来如此，看来这城主府必须跑一趟啊！庆老弟，我刚才是怎么了？云哥儿，你刚才喝多了，睡了半个时辰。小弟最近翻了几本闲书，里头写些仙人遇见的事儿。哎，看得我是真羡慕啊，不知是真是假。看得我是真羡慕啊，不知是真是假。说书那可不是说书，我告诉你，修仙是真的。修仙是真的，但跟咱们没缘，千百人中无一人。他需要一种名为灵根的天赋，没有这玩意儿，你就算练到吐血，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灵根啥物件？跟人参似的，还能花买？买天生的。小娜带着所有的资源去国之都，请姑师亲自测定，能在这凡俗享尽荣华富贵，也不算亏了。那只要有了这灵根，再弄点秘籍丹药，跟我练武一样，是不是就能修仙了？你想得美！我夫人说了，在咱们景国井，你就算有灵根也是个废物，这地方根本修不了仙，必须搭乘仙人大船，乘搭10万里王彩离池，跨越温彩玉，去那真正适合修仙的地方才行。那这么大的仙船，得花多少银两才能买张船票上去啊？银两？哈哈哈哈！庆老弟啊，庆老弟，你真是个土包子！实话告诉你，想上船，唯有持有仙人发放的一种极其特殊的仙家令牌。仙家令牌？那定是绝世珍宝，寻常人哪有机会见？一般人当然见不到，但我夫人却亲眼见过。想当年，我岳父大人为景国立下赫赫战功，国主龙颜大悦，特意将一枚仙家令牌作为最高奖赏赐给了他。城主大人真乃神人，连仙家宝物都能得赐。庆老弟啊，嘿嘿，这其中的内情，哥哥今天给你透个底。这些什么国战，全他娘的是仙人的游戏！他们看戏看高兴了，作为回报才会每隔30年赐下几枚令牌和丹药，懂了吗？我以为我爬上了从七品的官，就已经算是个人物了。原来，无论是将相王侯，还是平民乞丐，在这个世界，全都是被圈养的玩物。大头整，李慕云送回去了。里头那个书生怎么处理？只有永远闭嘴的人，才不会泄露秘密。是，有这样的修仙机会，谁能放弃？我清晨重火一世，绝不再做任人摆布的棋子。城主府的令牌我要定了，哪怕踏破这京城，哪怕把天捅个窟窿，我要一步一步走到这修仙界的最高处。几个月前，我还在青楼为了几两碎银拼命，现在我大权在掌，补血丸那是垃圾，我现在吃的是极品地龙丸和血参丸。凡俗武功即将突破2流，是时候去碰碰那件仙家宝贝了。捏诀没用，灌输内劲没用，这破瓶子滑得像泥鳅一样。可恶！要是里面是仙丹，能助我冲境界夺亮牌；要是空的，大不了玉石俱焚。我今天非劈开你不可！五虎断空刀，给我开！仙药虽好，也可能要命。凡人之躯能否承受仙家药力，还是未知数。所以我特意留了这几个偷袭我的刺客活口。这可是神仙吃的药，今天算你们走运。凡人体质果然承受不住这等狂暴的灵力。轮到你了。大人，我没死，好强悍的真气，我郁结的经脉全被冲开了。只要有内功引导，就能吸收这狂暴灵力。这仙药我能吃，多谢大人赐药，小的愿效犬马之劳。现在停步，武道也就到头了，不冲破2流，拿什么去争夺仙缘？凡人命如草芥，我今天就拿这条命赌一把！给我镇压！这股内劲离突破2流境界就差最后一点了。
想吞噬我，没那么容易。给我往丹田走！这是武道2流高手的事故，破了！这是天地灵气的波动，好机会！这就是修仙的门槛，这就是功法里记载的内景，我竟然真的感知到了。仅仅是黄级的基础功法就如此神异，修仙界的风景到底有多迷人？炼气1层，终于踏入仙途了！哈哈哈哈哈！脱去凡胎，这就是传说中的洗精法髓啊！该死！空气中的灵气稀薄的就像沙漠里的水滴，以这种浓度，我就算在这里枯坐20年，也别想突破到炼气2层。晋国是死地，必须坐仙船飞越雷城去真正的修仙界。留在这里，修仙就是个笑话，我必须离开。玄游见闻记里把引灵气入尘写的那么难，枯坐几个月都未必能成，为什么不干脆一人发1颗丹药？这不简单多了？他当然不知道，凡人没有内劲护体，直接吞服仙家丹药，当场便会经脉寸断。若非他内功深厚，又敢于破釜沉舟，早就没命了。那些正经修仙的都是些死脑筋，还是我这种野路子怪？这五感太可怕了，内力运转速度比之前快了1倍不止，再加上这怪物般的五感，要是遇到昨天的我，现在的我，一拳就能将他彻底轰飞。这点灵气虽然少，但却是一颗种子，只要找到离开这里的路，我就能一飞冲天。2流高手的实力有了，修仙的门槛也踏过了，是时候办正事了。那令牌是国主赏赐的，藏在城主府里。城主的修仙令牌，老子来了！国主御赐的宝贝，十有八九藏在城主府最核心的密室里，那里不仅守卫森严，肯定还有1流高手坐镇。硬闯是找死，得想个法子把这水搅浑。城主大人，就看咱们谁的手段更黑了。这1个多月攒下来的信息，就看准不准了。书房，我这国主赏赐的仙家类令牌，肯定在这2个地方之一。今晚月黑风高，城主大人，你府库里的宝贝，我先替你验验货。这城主搜刮的民脂民膏还真不少，不过这些破烂我看不上。小子，胆子不小，你这点微末内力，怎么可能察觉到我的暗算？好恐怖的掌力，应聘必死无疑。他哪里知道，老子能发现他，靠的可是修仙者的五感。找死！老贼，老子跟你拼了！尝尝我特制雷火霹雳弹的滋味！你，老贼，这可是20倍浓度的醉春香，老子不奉陪了！该死的小贼，竟用这种下三滥招数，若强行运功，非走火入魔不可！有刺客！抓刺客！这帮狗腿子反应真快。这附近搜仔细点，连耗子洞都别放过！这种地方怎么会有这么精致的阁楼？总算甩掉那帮狗屁照耀了。
这鬼地方连个守卫都没有，今晚就在这儿苟过去了。老子在红袖号铺当大手那么多年，从没见过这种极品。怎么，体内的气息突然这般灼热？完了，他要出大事！她竟是城主千金赵灵仪，李慕云的妻子。李慕云那厮走火入魔，冷落她已久，她这虚弱体质怎么扛得住这等剧毒？是不是在外面？闭嘴！敢出声，我就捏碎你的喉咙！这位姐姐，别误会，其实在下本是一个路过的良善之人。哦，良善之人，我信了。不瞒姐姐，外面太黑，我其实是迷路了。迷到了本小姐的玉桶前，阁下也算是京城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了。我不瞎，知道外面在抓谁，我可以放你走，甚至帮你逃出去。萍水相逢，你凭什么帮我？就凭我是京城城主唯一的女儿，我有能力帮你脱身，前提是你必须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我若告诉你，你转身大喊一声抓刺客，我岂不是死得很冤？那就要看你怎么选了。你要么现在就一刀杀了我，要么就在这里彻底让我臣服。如果你两样都不选，也不肯告诉我你是谁，我保证没有我的掩护，你今天绝对会被外面的重甲兵剁成肉馅。既然姐姐以诚相待，在下也不藏着掖着了。在下西门庆，家住京城附近，今晚被仇家追杀，走投无路才误入此地。外面的追兵马上就到，就全仰仗赵小姐了。天地良心，老子这也不算全撒谎，大家毕竟都叫我西门庆爷。西门庆，我记住了。今夜的事要是传出第三个人的耳朵，我追到天涯海角也饶不了你。赵小姐放心，这事儿绝对烂在我肚子里。你别高兴得太早，我今网罗骑队就得彻底封锁了城主府，别说人，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白天混在轿子里出去也不行吗？府库被闯是重罪，就算是我，明天出门也必定会被要求掀开轿帘严查，你根本藏不住。跟我来，这是我个人的逃生密道，没人知道，它直通城外的护城河，我送你出去。西门庆，你记着，倘若以后还遇到仇家追杀，便可从此处来寻我，用木棍敲击暗门即可。老管家那一掌，现在还让我的手臂隐隐作痛。一流高手的实力太恐怖了，而我的断玉功已经到了极限。如果下次仙船降临前我不能突破，靠武力强抢城主府的仙家令牌，绝对是十死无生。抢不行了，李慕云、赵宁仪，看来我得在这对夫妻身上好好做点文章了。庆老弟，你可算来了！你上次说的那个新奇之物弄到了没有？云哥稍安勿躁，最近城里风声太紧，听说城主府昨晚闹了刺客，那东西还得再等几日。这日子没法过了，余兄这心头之患就指望那奇药来救命啊！庆老弟，你千万得抓紧。云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不过你天天这么在外面寻医问妖，嫂夫人那边就不管管？他懂个屁！我当然不敢让他双日就要回城主府去侍奉他的城主爹娘，遗珠才出来偷闲快活。好一个防卫森严啊！一个常年受冷落的城主千金，加上昨晚那奇异熏香的残留药力，以及我留下的神秘印象，他现在绝对是处于情绪失控边缘。只要我现在顺着密道去敲门，绝对能立刻把他拿下。现在去，我顶多就是个任他摆布的棋子。这只金丝雀，我还得再狠狠熬他几天。城主老狗，你搜吧，把京城翻个底朝天，你也休想找到我。一连数日，他如同人间蒸发，但在城主府的阁楼里，有个人却已经快被逼疯了。为什么没来？是被抓了，还是他根本看不上我？混蛋！你既然招惹了我，为什么不出现？突如其来的失落，彻底摧毁了他的理智。5天了，以那女人的深闺怨气，现在火候刚刚好。赵小姐，西门某人来赴你的深夜之约了，准备好替我偷账牌了吗？
庆老弟啊，你再不来，老哥这心病可就没人能治了呀！云哥，这东西难弄啊，我可是冒着极大风险才凑齐的。可惜今日内旨在家，明日一早我再去寻你。为了弄这药，连口热饭都没吃。既然嫂人不便，弟弟先回了。哎呀，这可怠慢了，正准备吃午饭，你必须留下凑合吃一顿。鱼上钩了，借着好兄弟的名义堂而皇之走进来，真是刺激。没戴面具，但这身形，这双眼睛，绝对是那碗密道里的西门庆。你是？在下西城门左司马庆晨，见过嫂夫人。哈哈，这是我生死与共的好兄弟，在北邙山，我们可是背靠背杀过土匪的。那是你花钱杀雇我去摆平的烂摊子。哦，庆晨呀，我怎么觉得这位左司马弟弟似乎更应该复姓西门呢？这疯女人，当着老李的面这么说，真不怕死吗？宁姨，不得无礼！庆老弟是我过命的兄弟，什么西门东门的？嫂夫人说笑了，在下行不更名，单名一个陈字。弟弟多吃点儿，这菜入口啊，可是有一种抓心挠肝的感觉呢。多谢嫂夫人。来，庆老弟，这可是30年的陈酿，要不是你来，我还真舍不得拿出来。庆老弟，今天咱们不醉不归，若是喝醉了，就在我府上歇歇。夫君今日既然高兴，多喝几杯也无妨。来，臣妾敬夫君一杯。还是夫人疼我，喝。最毒妇人心，他这是要清场了。老爷醉了，你们2个把他扶回房间，动作轻点，别吵醒他。西门庆，好一个西门庆！你为什么要骗我？你知不知道这几天我像个傻子一样派了多少人在城里找你？你明明是李慕云的兄弟，你为什么要来招惹我？你现在跑来看我的笑话，你很得意是不是？你干什么？放开！赵小姐，你搞清楚，我庆晨来可不是为了听你发脾气的。你若是真想杀我，刚才在饭桌上为什么不喊抓刺客？时机到了。嫂夫人可是专门在等我。醒了。你当初为什么骗我？宁姨知道吗？半年多前，我只是一个被人堵在门口要债的流民。怎么会？若不是你父亲施咒，你是二流高手七品左司马呀！饿死了，因为我不信命，我拼尽全九死一生，可能都达不到你的起点，我输不起。那你心中这般煎熬，为何今日同我说这些？既然老天让我碰到了你，那我就绝不放手。你穿这身红裙真好看。那你今天究竟为什么会来我府上找李慕云呀？我不想骗你，我升官这么快，全靠你夫君帮忙，因为我一直在给他送。你说什么？他这些年对我寡淡，是因为沉迷那种禁药，还喜欢男人。是啊，他看不上你，只把我当成给他搜寻俊男美女的工具。那你以后留下来陪我好不好？给我点时间，我们以后长相厮守。妥了，这块最难啃的骨头，终于彻底被我嚼碎了。这3个月我只来了几次，饿着的人才知道吃饱有多好。这女人现在已经彻底疯了，前几天甚至敢偷溜出府找我，她完全被我拿捏死了。郎君，你怎么了？为何突然叹气？可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宁姨，这3个月是我这辈子最快活的日子，只是我可能没办法再陪你长相厮守下去了。宁姨，你可知我当初为何会冒着死罪潜入你父亲的城主府？我被极其恐怖的仇家盯上了，唯一的活路就是拿到你们城主府里那块修仙令牌。若拿不到令牌，我必死无疑。我不想连累你，你我今日就此别过。不要走，我帮你，
帮你偷出来就是了。郎君，你想要什么，我都能偷出来给你。这女人真好骗。其实自从慕云兄跟我说过修仙的事，我自己也好奇得很。就是这个李慕云，早知道2个半月前我就该要了他的狗命。2个半月前，我就哭着求父亲给他安了个罪名革职，留他一命，打发他去当个小吏，已经算我仁慈了。宁一别气了，他现在已经不能再碍我们的眼了。郎君，仙家功法我父亲的府子里没有，而且没有灵根也练不了啊。修仙资质千百人里都未必有一个。我和兄长当年请国师测过，连最次的杂灵根都没有。其实没灵根也挺好，守着城主府的富贵，天天在家里和郎君在一起，不比那虚无缥缈的修仙自在多了。可我不死心！既然我已经知道了这世上有修仙之事，我就必须亲眼去看看。好，那我替你去偷那块修仙令牌，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件事。别说一件，100件1000件我都答应你。我把令牌偷出来给你，但若是仙传降临测出你没有灵根资质，令牌被收回，那你要过来陪我一辈子，和我成亲。郎君，不愿意吗？好，如果我没资质，我就陪你一生。约好，牵引者降临海城，我们海城见。海城之约，我怎么可能把命交在一个女人和所谓运气的身上？在离开景国之前，我早已将我的家人、双鹰会的心腹全部悄然转移到了邻国蜀国，退路必须掌控在自己手里。真的非要走吗？一定要去踏那条虚无缥缈的修仙之路吗？二弟，此番入蜀，你必须低调行事，以段誉公以小成能自保。这本册子里是我分身魅影和易容缩骨的全部心得，不可及在数月前就已经把双鹰会那些愿意追随我的死忠心腹全以后都很多他们流落，遇到麻烦他们会拼死保你。大郎，难道非得离开我们不可吗？难道就不能再商量商量了吗？我庆晨这一生天不怕地不怕，如今有了和老天爷较劲的机会，岂能当个缩头乌龟？窝囊的我已经死了，今生既然有了修仙的机缘，我就要一步一步不择手段的往上爬。我要去探探那未知的天地，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爬上那9天之巅，升天半子。可是大郎，那修仙界都是神仙手段，万一别人欺负你怎么办啊？欺负我？哼！二娘，你记住了，就算是到了修仙界，那也没人欺负得了我庆晨。这世上只有我欺负别人的份儿。仙道茫茫，人道渺渺，天道苍苍，世路茫茫。哟，这位爷，瞧着您是外乡人吧？头一回来咱海城。你怎么看出来的？咱就是吃这碗包打听的饭儿。这海城哪家酒馆最烈，哪家客栈最隐蔽，小的门儿清，只需些许赏钱。大爷您问，小的知无不言。这个月海城是不是来了很多极其棘手的人物？爷，您猜得真准，这个月邪门了，不仅景国的贵人，连其他6国的王公贵族都来了。带我去离礼仙馆最近的客栈。这1个月，姐姐可是想你了。你呢？是想姐姐，还是想那枚令牌？我缝了整整1个月呢。我看你心里总装着很多沉甸甸的事，穿上蓝色的，心情会好点。真好看。喏，收好了。如果明天测出我没灵根，陪你浪迹天涯。为什么？听你这么说，我突然感觉这么心慌。这是我在深山中寻得的罕见古玉，极其珍贵，送给你，当做定情信物。这哪是什么古玉，分明是他之前砍碎装灵丹的玉瓶时舍不得扔捡起来的碎渣子。你看，左边那条拼了命想跃龙门，右边那条金枝不配，却只想陪着他。可最后呢？要么眼睁睁看着他化龙飞天，要么看着他摔死在岸上。如果他们只是水里的普通鲤鱼，该多好。持有令牌之人上前。误了时辰，可不再接引了。无灵根，滚！下品水木灵根，上船来。上船来吧。祝你成仙。庆大哥，你眼睛都不眨一下，是在想前几日海滩上那个为你哭得死去活来的红衣姐姐吗？
想他？我只是在看最后一眼凡俗罢了。走都走了，我不习惯装情深。情爱算个屁！我在想的是，大费周章派这艘极其耗费灵石的巨型仙船，就为了接回我们10几个凡人，绝不可能。这天下从没有免费的午餐。仙道茫茫，人道渺渺，这修仙界，怕是吃人不透魔科，我越喜欢。修仙之路极其漫长，我等虽然只是下品和中品灵根，但只要持之以恒，心性坚韧，定能走得长远。对，等我修炼成仙，我要让我爹也活个200岁，还活上200年，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修仙之路对我来说不过是手到擒来，我可是极其罕见的上品风灵根，就凭你们这些中下品的废材，不配跟我谈修仙。去他的持之以恒，去他的天赋心性！什么是修仙？修仙就是抢钱、抢粮、抢地盘、抢功法。只要有用的东西，那全都是与我有缘。你不给我，我就诛你全家，把你的灰都扬了，这才叫修仙。怎么回事？舰船要沉了吗？快看海里，那是什么怪物？一阶后期大妖，相当于人类修仙者炼气后期的恐怖存在——赤脸海蛇！救命！仙人，救命啊！我不想死！孽畜休狂！好，正愁找不到猎物，这趟差事碰上这孽畜，正是我的机缘。看天！孽畜找死！这就是修仙界的力量吗？这力量迟早是我的！航行10日，终于到了沧浪群岛顶尖的第一宗门——宁玄宗。哪来的凡界乡巴佬？没见过世面的土狗也配和本少爷同船？滚开！好狗不挡道！规矩都不懂吗？我乃江浩城王家嫡系，你敢让我下跪？今日我心情尚可，跟你们说一次宗门规矩：第一，我讲，你们听；第二，谁再插话，死。够霸气！等我修炼有成，也得人前显圣。宁玄宗传承3000年，门下炼器士近万，筑基上人150余，金丹真人更是超过5指之数。正宗功法小极玉心凝神诀，乃罕见的地级上品，只指定能将这功法弄到手。你记住，外门弟子每月3块灵石，8年内若没到炼器中期，就只能沦为杂役弟子，终生干些下贱的贱业，仙途彻底的断绝。进来吧，一群废物！你们运气好，能让古啸哥亲自接引，他肯定把该说的都说了，我就不啰嗦了。接好，令牌放手指上，滴一滴血认主，跟着令牌指引去外门居所，之后再去传宫亭。储物袋里是入门赏赐，别弄丢了。行了行了，赶紧走，别在这儿堵着。
等何人，敢闯外门峰地界？这位师兄息怒，我等乃新入门弟子，由内门古师兄引领入山门。树堂的人越发懈怠了，竟只让你们凭令牌前行，实在不妥。罢了，既然是古师兄领进来的，我姓高，叫我高师兄就行。大阵已记下你们气息，才会用青参树引你们来外门峰。前面那座就是外门峰，顺着令牌牵引走，就能找到自己的洞府。把令牌贴在洞府门上，禁制就开了。记好了，这3天里必须去传功堂领功法和辟谷丹，那是新人的赏赐。要是错过了，凭凡胎肉体1天也到不了传功堂。原来我是5533号洞府的主人。3级极品岛屿果然名不虚传，就这灵气浓度，不出1年，肯定能到炼气2层。原来这就是玉气丹，一枚便抵10日苦修。下品法器，这套赏赐价值不菲，背靠大树果然好乘凉。能来到这宁玄宗真是最大的造化了。这位师兄在下姓陈，乃是新进入门的弟子，特来此地挑选功法。这是我的身份令牌。新弟子有一次进1层的机会，就1个时辰，超时没选好机会作废，下次再来得花10点贡献。小弟对于藏经阁的奥秘尚不是很了解，师兄可否为我说说藏经阁的情况，为小弟详解一二？青师弟倒是懂规矩，我叫秦子谷，你喊我秦师兄就行。这1层的名额对外门弟子来说金贵的很，10点贡献可不是那么好赚的，做杂役1个月才给1点。多谢秦师兄提醒，我肯定抓紧时间。你也别光选好了，也多翻几本看看。下次要再要功法，直接去传功堂报名字，扣贡献就行，省得再花10点进来。1层里没好东西，玄级功法都在2层，得内门弟子才能进。这里存的都是黄级，不过比外面的强，大多是上。秦师兄，您听过长春内景功吗？那是啥级别的？长春内景功，藏经阁不收这个，那是外面散修炼的黄级下品，连入门的资格都不够。玄级也不是没有，就是都有大缺陷，练着练着就可能走火入魔，轻则废了道基，重则直接死在洞府里。咱们宗门是中立派，讲究人驾驭功法，只要不违天和，有缺陷的功法也不禁止。那些有问题的玄级都堆在1层西边角落的架子上，我劝你别去碰，选个黄级极品，别为了个玄级把命搭进去。多谢秦师兄，日后我要是得了空，定请秦师兄去仙坊喝杯仙酿。行了，快进去吧，时辰快到了。是护阁禁制。七煞心诀，木属性黄阶极品，引杀气入体，附煞刺化形秘术；困妖遁术，无属性黄阶上品，善逃遁，附困杀法门；裂焚诀，火属性黄阶极品，法力刚猛，附裂焚术；金刚不坏体，土属性黄阶极品，炼体为主，防御惊人；引土灵气入经脉，每日淬炼，大成能抗上品法器，有点意思。九幽煞气，需以意志力驯服，这个有点危险啊，需要自己考虑啊。还是再往后看看吧。好。引土灵气入经脉，残酷的淬炼皮肉，大成能阴阳恐怖的上品法器。恐怖的威力，
但稍有不慎就会悲惨的沦为疯魔。这两部顶级的功法，到底选哪个？选金刚不坏体最稳妥，8年必定轻松的练气中期。但那又如何？在绝仙岛，哪一次不是凶险的拿命赌出来的？只选稳妥的黄阶，我不甘心。这就是那些会凄惨走火入魔的残缺玄阶。管你如何凶险，老子今天笃定了！这功法逆天的名字竟然是灵血玉骨经、杀字剑诀、翻天炼魔功，全都是罕见的玄级功法，众多幽冥。这剑诀绝情绝义，非铁血妖孽不可练，强袭万物狂暴灵力，提升修为。但若神魂不强，就会恐怖的吞噬自身寿元，尸死无生。这种九死一生的功法，威力绝对恐怖。黄级功法再稳妥，也只是平庸的垃圾。就是你了。选好了，拿来登记立誓。翻天炼魔功，你疯了！青师弟，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这功法对神魂要求变态，多少听师兄一句劝，换金刚不坏体那个稳妥。修仙一途，本就是与天争命。若只求苟且的稳妥，不思进取，那不如悲惨的老死在炼气期。罢了，你至少有不可思议的勇气。立誓吧，绝不外传。若违此事，道基崩碎。莫师兄，有个叫庆晨的新弟子，毫无背景，不知死活的选了翻天炼魔功。庆晨，秘药又快没了，这完美的新养料来的真是及时啊！以为我冲动、愚蠢，大错特错。凡窍炼血秘术，在神魂之上开辟凡窍储存精血，若是练到炼气后期，冲击筑基时能逆地凭空增加1成半的把握，这才是无价的至宝。这功法霸道的地方在于，开辟反窍需要恐怖的神魂强度，神魂不达标就会被秘术猛烈反噬，普通修士根本不可能做到。可惜呀，我的契约还是太好了。魔种金莲，凝练魔种，锤炼神魂，这绝对是恐怖的地级以上神通。翻天炼魔功一旦结合，生我那家的面前，我将彻底的举世无敌。第一层以神魂浇灌霸道的魔种，到了筑基期，更能凝结出恐怖的筑基魔火。以魔火久炼法力，结丹的几率还能逆天的再加2成。神魂的问题完美的解决了，现在只剩下一个核心的要求：海量的精血。修炼都不拼命，你他娘还修什么仙？倒不如回家种地去吧，养几个女人，生一大堆大胖小子。2个时辰，已是极限。从前修此秘术者，皆服上等丹药护神减痛，我却只能生生熬着，只能这样了。10丈啊！我才炼气初期，神识竟然比肩炼气中期大修士，这蒲团绝对是逆天的神级外挂。神魂达标，今天我就要逆地开辟第1道凡窍。第1个凡窍成了，但我干瘪的储物袋又该拿什么来填补这恐怖的消耗？别人练功要昂贵的丹药，1年攒不下几颗灵石，而我练魔功，这粗暴的积蓄速度，简直比磕极品的丹药还要爽100倍。但我大肆采购妖兽驱国的疯狂举动，绝对不能让任何人发现。炼气术、火球术、天眼术、水剑术，全包了，还有那本落灰的御剑术。谁还没个风疗倜傥的剑仙梦呢？从今天起，必死关，不达目的绝不出关。3年期满，现在我的实力，童姐应该可以自保了。
3年期满，安逸的日子结束了。从今天起，必须接任务换贡献点，踏上修仙正途。这3年过得还真是快啊！青大哥，我终于找到你了！青大哥，这3年我找你多次都没见着，你真是一个潜心苦修的高人啊！修仙界残酷，要潜心修炼才行。不过你这3年怎么还是这么小个儿？哟，这哪来的小叫花子，也配跟庆师兄搭话？青大哥，你知道吗？我1年前就顺利的突破炼气2层了。你这几年进度怎么样？差不多，也是2层。梵天炼魔功确实霸道，谁也想不到我其实已经炼气3层了。青大哥，你脸色怎么这么白？是不是练功出了严重的问题？许久没晒养罢了。灵石耗尽，没有妖兽躯体，我的秘法就要致命的断灵了。难道真要让我？青大哥，薛雨冰才叫逆天呢！上品风灵根小半年前就破了3层，长老重视他，马上就要破格升内门了。上品灵根天赋好，咱们比不了，受重视也应该。咱们啊，还是好好练自己的，别想那些有的没。都给我安静！现在开始分配关键的5年期宗门任务。行不行？去枯燥的百翼堂跟灵符师学5年。一步踏错，步步皆输。修仙界的底层，就是被无情的当成做苦力的蝼蚁。薛雨冰去传功堂，谢玉炼喜堂，月婷去百草堂炼丹。运气好，运气好啊！吴师弟，内门的墨执事紧急的找你，让你迅速的去后堂一趟。庆晨，黄竹岛，驻守5年。黄竹岛，居然是那个鸟不拉屎的荒岛！黄竹岛，孤卷海外，没有宗门那些碍眼的老卖骨盯着。老天爷，这简直是我练梵天炼魔功绝佳的试炼场！莫师兄，按您的吩咐，已经把那个不知死活的庆晨发配到了黄竹岛。黄竹岛偏僻，消失个外门小子，根本无人问菇。养了3年的绝佳药引，终于可以痛快的攫取了。它的本源灵力绝对纯粹。庆大哥，你是不是不小心惹到哪个执事了？要不咱们去求求情？要是有万魂幡，非得把搞鬼的人炼了不可。去堂口打杂受人转述，黄竹岛虽然灵气稀薄，却也安全得很。若无功法傍身，今日怕是要被生生断了道途于性修士。这比死抽我祭180颗下品灵石1瓶运气丹，5年的供奉换我被流放荒岛，这任务来得太蹊跷。不揪出背后搞鬼的黑手，我寝食难安。我3年隐忍，处处怜惜，那些普通弟子绝不会留意我的事。唯一打过交道的只有藏经阁秦子谷，可我给过他好处，无冤无仇，他为何要害我？枯坐无益，谢玉消息灵通，找他一问便知。3年未见，谢兄的修为越发深厚了。一出门便是5年远门。庆兄，你可是得罪了于师兄或莫师兄？于师兄我今日首见，莫师兄更是从未听闻，这就怪了。能改任务的只有莫执事，而那于师兄正是莫执事的心腹干将。莫执事，那莫执事和藏经阁的秦子仆交情如何？他们可是拜把子兄弟，庆兄若是得罪了他们，得早寻退路啊！原来如此，那秦子谷早把我的底细捅给莫执事了。多谢谢兄提醒，我定会与他们好好化解矛盾。不知这莫师兄洞府设在何处？莫师兄名唤莫求仙，洞府在内门峰。他虽是下品灵根，在内门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多谢谢兄提醒，只是不知这莫执事当年是靠什么逆天的机缘翻身的。听说他早年在一处危险的遗迹里走运的找到了一部功法献给宗门，拿了海量的贡献点才升了内门。哦，对了，那功法叫什么？梵天炼魔功。秦子谷告密，莫求仙做局，把我发配黄竹岛，是等着养肥了强行收割。多谢谢兄，我定会去内门峰好好的找他们化解矛盾的。
看来这以后得路不太好走啊！莫求仙啊，莫求仙！你自作聪明的给我发了5年供奉，以为这是断头饭，这丰厚的启动资金，老子就痛快的收下了。等我狂暴的扫荡完市旗的高阶妖兽血，究竟谁是猎物，谁是猎手，咱们走着瞧！第一阶下品灵草，刚炼的火球符，3块灵石1张。师兄，这些灵符我全要了，80灵石怎么样？师弟，80灵石是不是太少了？你看我这些灵符，你再加一些。师兄，10张下品，10张中品，满打满算也就70，我给80，已经多让你赚10块了。话不能这么说，那5张遁术符是保命的，最少也得100灵石。行，100就100，师兄说话不能不算话吗？拿走拿走，下次别来我摊了。这玄铁盾怎么卖？45块灵石，下品防御法器，肯定能挡1阶前期妖兽。我刚卖了运气丹和妖兽材料，就剩42块灵石。你要是不卖，我就去别家看看了。罢了，卖你。这迷踪市井阵盘80灵石，最多50。你这还只是互动一符的小阵盘，敢卖80，跟中品法器一个价位了。各位师弟，先别急，容我介绍一下，我这阵盘归有归了市井功能，只要有人闯阵，1里内的传音符就会自燃。有这阵盘，至少能提前知道危险吧？75，多1分我都不买。成交。一个下品阵盘卖这么贵，以后见一个阵法师就抢一个。只要活着，就有翻身的机会。好了，庆兄弟，我们已到黄竹岛，下船吧。现在同情老子，以后发达了还得过来求我。此岛屿的镇长是谁？出来回话。敢叫上仙知晓，小老夫姓陈，是黄竹镇的镇长，已在此任职30余年了。说说岛上的情况。上仙，黄竹岛方圆20-30里有座黄竹镇，大概7-8万人。海边妖兽多吗？他们经常冲击岛屿吗？会上仙，妖兽数量小览而不知，但冲击岛屿的不多，因为岛上有仙人设下的阵法，每次上仙前来都会先去安置阵法的地方。带我去那阵盘所在的居所吧。上仙，阵盘就安置在里面。小老师身份卑微，不敢踏足仙人之地，只能送您到这里了。这个月不必派人来了，下个月遣一位下人来此送饭即可，1天送1次饭。你们都回去吧。得挖条退路。这活比杀妖兽还累，天杀的莫求仙，能让人看见的地方永远不安全，只有看不见的才是最安全的。想要成为顶天立地的仙人，首先要学会钻地洞。不是吩咐你1个月之后才派人来吗？怎的未满1月便匆匆赶过来了？上仙息怒，息怒啊！小老夫实在是担心上仙在此地生活不便，故而想提前送一位侍女来，以便照料上仙的日常起居。因我那痴傻而不能自理，所以他平日里照顾人的本领甚是了得。上仙请放心。不必了，本座修仙早断了凡尘俗事，不用人照料，让他每日来送饭就行，其他事不用管。是，上神境界高远，小老儿糊涂了。
上仙救命啊！上仙，小老儿确实有一事相求，只是不知该如何开口，求上仙救我一家呀！小老儿一家老小都陷入了危难之中，唯有上仙能够出手相救。上仙，小老儿手中有2颗仙人用的灵石，我愿意献给上仙，只求上仙能救小老儿一命啊！小老儿命苦，只有1个儿子，却是个痴傻之人，所幸我尚懂些武艺，方能在这海上镇住村民。可前几天镇上的外姓王家老大突然练到了2流高手，现在带着4个兄弟，还有20多个练过劲力的人，天天堵在镇口，说要抢我的位置。我怕他们心狠手辣，斩草除根啊！求上仙大发慈悲，救小老儿一命。他们中间竟有一个2流高手，那还有没有其他练武之人？有，他们是5兄弟，大哥是2流高手，其他4个兄弟也是3流高手中的强者，手段不弱。小老儿实在是无力抵抗，只能求助于上仙了。那你能在这位置上支撑这么久，想必你也有些实力和班塔吧？上仙所言极是，小老儿做了30年镇长，手下也确实有一些人。我有一个徒弟，和我一样都是2流高手，不过小老儿气血衰，战力已大不如前。除此之外，手下还有一些普通的3流高手。老镇长这边有2个2流高手，10几个杂鱼；王家那边1个2流，4个3流，20多个杂鱼。自己要是出手，用御剑术或者火球术收拾这些凡人武甲，在修仙界中，2流高手的实力肯定远不能与炼气初期修仙者相提并论。但他们多年锤炼的劲力深厚，气血旺盛，这股强大的生命力对于妖兽而言，无疑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而那些跻身1流高手中的千尺北，更是非同小可。每一次出招的威力都惊人无比，已经有些逼近了普通炼气初期修仙者所施展的法术。他们让人都得多吸引妖啊！可惜梵天炼魔功只能炼化实力相差不太远的气血，不然遍地都是大妖。听到老镇长的话，我倒是换了一种想法。本来打算利用岛上凡人的气血奇血作为微用，且浑浊散乱，至少需要凝聚几10个凡人的气血，就可能消耗几百甚至上千的凡人型气血。这么多人失踪，势必会引发岛屿上的恐慌。万一事情败露，宗门一定会介入调查。相比之下，利用武者作为诱饵则显得更为可行。反正他们人少，目标小，他们庞大的劲力气血对妖兽的吸引力大得多。缺生了，如果省着点用，应该黄竹进居宫30年，劳苦功高。这些凡人确实有些过分，不过本座作为驻岛修士，他们也都是本座子民，这让本座确实有些为难了。上仙，那些刁民实在过分，要是不整治，老镇长，你也知道，本座修炼需要消耗一些资源，你看是不是应该？这小老儿只有这2块灵石啊，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了。这老头肯定没说实话。上仙，只要上仙愿意帮忙，小老儿愿意将这些灵石全部献给上仙，以求得自保。能驻守这里的修士，1块灵石恨不得掰成2块用，怎么可能赏给一个凡人？这个老头儿肯定藏了别的门道。老镇长劳苦功高，这些刁民罪不可赦，本座自会帮你处理此事，你放心吧。这老家伙手里肯定不止5块灵石，绝对有事，什么阴狠手段没用过？这种老狐狸的把戏也敢在本座面前卖弄？爹爹，你与那人交涉的如何了？虽说算是说动了，但这家伙以2块灵石作为交换，他竟丝毫不为所动。最后我不得不加码这5块灵石，才勉强让他点头答应。什么5块灵石？爹爹，你怎么能给他那么多呢？那还不如让我去给他们解决得了，只需几个火炎术便能轻易解决那些凡人，何必如此破费？不可胡来！你拥有修为这件事，是我们必须严守的秘密。你的灵根之事，更是绝不一丝一毫的风险，我们都不能冒。好吧，爹爹，我会小心行事，不让秘密泄露的。对了，竹儿，你不是应该在海昌岛侍奉许家少主吗？怎么前几日突然回来了？还有珍贵的启灵丹。少主对我很好，赐给了我炼气2层的境界了，而且已经是修为进展得很扎实。那为何少主会让你回来呢？难道是你侍奉少主时有什么不得力的地方吗？真不是，少主给了我一些万里传音符，用于密文传递消息，让我传递一些宁玄宗的动向，比如什么时候更换驻岛修士，有哪些修士来黄竹岛落脚。另外，毕竟我们黄竹岛算是离宁玄宗山门较近的岛屿了。竹儿，你究竟在做什么？父亲，别再说了，你不想整个镇子陪葬，就闭嘴。仙途在前，全唾手可得。我陈竹儿注定要站在这世界之巅。他女大不中留啊！罢了，你专心修炼就好。探消息的事我来办，你就安心在地下密室里面修行。这除了给5颗灵仙，听上一任说是个炼气2层的毛头小子，刚入宗门来的就被打发来了，好糊弄。爹，你怎么总让哥哥娶媳妇啊？算算你都让哥哥娶了好几次了。你不懂，
仙人也是人，送去身边贴身侍奉的，须得是名分上干净净的自家人，才能让他们彻底放下戒心。等他们一走，再给你各安排一门亲事，换个新面孔，这是为了咱们家的安全，你明白吗？他们这些人一心修炼，哪懂这些凡尘的算计？只要收了我们的好处，多多少少也会关照我们。对了，爹爹，少主给的传音符，我总觉得有点怪，上面的符文跟我在海昌岛见的不一样。管他呢，只要能让你好好修炼就行。知道了，爹爹。5块灵石，一个儿媳，只要能换珠儿的仙徒，倾家荡产也值了。哼，蠢货！黄竹岛不过是本烧主安插的眼线，真以为那是去海昌岛的服务？去给另一个联络点传死讯吧，就算暴露，与我许家又有何干？一个下品灵根的消耗品罢了，死了再换便是。这世上多的是做白日梦的散修。等过些日子，再给那新来的上仙送些好礼，把这毛头小子哄高兴了，这黄竹岛还是我说了算。这功法确实耗费心神，真要出了岔子，从这入海，谁也别想找到我。这速度太慢了，这破岛的灵气连外门的一半都不如。若是能像以前那用凡鞘吞噬精血，那气海暴涨的滋味才是真正的痛快。只要突破筑基到怕第4次，我就能再开一个凡鞘。就算我是中品人，休得能媲美那顶尖的天才。若没这功法，我这种中品资质，一辈子都只能烂在外门做个废物。得快点挑动那群凡人内斗了！这种乌龟爬般的修炼速度，我一天也忍不下去。相比之下，还是直接吞噬他们的血气精元来得痛快得多。阵法被碰了，是那个约定送饭的女人。先用遁术去看看情况。我倒要先暗中看清楚，这女人背后有没有藏着别人之事。进来吧，顺着地上的法标走。若是敢乱走半步，迷踪阵立刻就会要了他的命。仙师，是前面那些发光的符文吗？你进来吧。那日跟陈镇长来的是你吧？你叫什么名字？回仙师，奴婢苏子轩。仙师，我。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仙师，饭菜要凉了，您尝尝合不合口，不合的话再告知奴婢，奴婢再回去换。仙师先吃吧，奴婢在一旁伺候，有什么事唤小女子一声就行。一起吃，看你这样子也没吃过饭。奴婢不敢，奴婢带了烙饼，等会儿啃2口就行。这些菜奴婢没资格吃。你不是那陈镇长的儿媳吗？怎么说自己是奴婢？奴婢从小才被陈老爷赐给了大少爷成了婚，然后就让我过来侍奉仙师。哼，这老头还挺会的。看来之前的修士也是这样被侍候的喽。回仙师，是的，陈老爷说还有机会跟着仙师回仙宗继续伺候。一起吃吧，顺便再将此岛的情况和我说说。坐下，这几个菜你先尝尝。岛上除了武者多，还有别的特别事儿吗？没别的。那陈镇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或者说他有没有做过什么秘密的事情？还有，他的大儿子真的是痴傻的吗？陈老爷的事奴婢不知道，不过大少爷是真傻。陈老爷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了小女儿身上。他还有个小女儿？是，叫陈竹儿。不过奴婢这2年没见过她，听厨房的张妈说，陈老爷把她送走了，去哪儿了没人知道。今天我说的话不许跟陈镇长提半个字。有人问起就说我没跟你说话，没瞧你，只让你伺候起居，记住了。是，奴婢记住了。仙师放心，奴婢一定不会乱说。你先行一步，
去静屋之中的木桶旁候着我。我深感些许不适，有些乏了。奴婢遵命，这就去准备。愣着做什么？还不快过来，帮我解开这身衣物！是仙师。陈站长赠送了那么多侍女给那些仙人，你觉得那些侍女都被仙人带走了吗？奴婢不知道，但陈老爷说他们都被仙师带走了，从没见有人回府里。宗门有规矩，不允许修士随意带凡人回山门的。那陈老爷为何说他们都被带走了呢？或许带走不是去仙宗，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消失。消失是死掉了。不过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我会好好安置你的。给你这么多时日思索，就想出这么个法子。上仙威猛无边，区区凡俗之人何足挂齿？只需小老儿将他们诱至一处，上仙清辉衣袖施展几道仙法，他们便如蝼蚁般魂飞魄散。此事小老儿一人足以应付。你一个人约战五兄弟一群，你单独相邀，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有诈，跑都来不及，还会来？那依上仙的意思，该怎么做？直白点说，你将此消息传遍全岛，谁想当镇长就拿实力说法，这样他们手下才会信。毕竟明面上的实力比拼，正是他们想要的。对呀，小老儿怎么没想到？要是全岛都知道咱们光明正大跟他们打，他们肯定不会疑。仙师果然是神机妙算，小老儿真是望尘莫及呀！好了，你赶紧去做准备吧。3天后在海边约战，这样一来，他们便无处可逃，除了投降就有死路一条。五兄弟要抢镇长之位，咱们得跟他们拼了！老镇长要摆擂台，生死斗，谁赢谁当镇长。要不要再拖延几个时辰？找死！好强的剑法！这小子怎么突然这么厉害？仙师救我！主上，这是怎么回事？平之，将这老头绑了。你盯着他们，都快点儿！贼磨蹭，别怪我剑不长眼。倒也是好鱼儿。主上这术法真邪门，应该够用了。你们9个跟薛平之回镇里，记住，别惹事。薛平之，过来，带上你师傅去他的宅院，严加看管。
只要留他一口气在就行。我要用它做，逼那个目标主动现身，拿到我想要的东西。谢主上，小的一定办得妥妥的。你忘了是谁给你第一口吃的？欺师灭祖的孽畜！若非你自私自利，不把珠儿许配给我，又怎会落得如此田地？都是你咎由自取！老东西，使劲喊，让大家都听听你这老狗的模样！珠儿，珠儿，你快走，别回来！不要救我！我让你喊，我看你是活腻了。没把珠儿许配给你，真是老天开眼！你这种白眼狼，就该烂在泥里！老东西，还敢装硬气，叫声爹，我今天就饶你一命！有本事你就来，我活了几十年，还怕你这孽畜？10年情谊一朝崩塌，人性之复杂莫过于此。没有力量就只能任人摆布，唯有力量才是真实的。没人来救你了，师傅，不如玩个游戏。若你没死，我就放了你。再等片刻，若他真敢动手，叫爹！你叫一声，我就停手！做梦！我当初就该把你扔去喂鱼，省得现在祸害人。好，好，那我就先剁了你的手，看你还能不能硬气！你这狗贼恶贼！我誓要点燃天灯，让你魂飞魄散！是，主上，救我！不过炼气2层。珠儿，你这杂碎！炼气2层还敢动手？老东西，竟没提你有修仙者的女儿。没想到你竟是条潜伏的毒蛇！若不老实回答，你女儿的下场只会更惨。